海童得到证实后，不得不替商小飞可惜一句：战大少爷是真的有了妻子，商小飞该放下了吧？那是个好女孩啊，希望她能早点放下对战大少爷的感情，寻找属于她的幸福。战大少爷既然已婚，怎么没有一点消息传出来？连商小飞都不知道，应该是为了保护好总裁夫人吧？你想想，我们老总长相英俊，年轻有为又多金，但凡见过他真人的年轻女性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沉迷他的男色。虽说除了商小姐公开表白追求，其他女人没有这个胆量，但不代表爱慕她的人少。他担心曝光了他爱妻的身份及尊荣，会为他爱妻带去无尽的麻烦，也怕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会有人伤害到他的妻子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但小飞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她是个被外界误会至深的好女孩，战大少爷不喜欢她，只能说是他们俩有缘无分了。海童叹息着，希望小飞能早日走出来。天底下好男人多了去，没必要非挂在战大少爷这棵树上吊死。战印不接话。对了，你总算见到你们老板真面目了，他长得真的很帅吗？老不老？战印嘴角抽了抽，他怎么老是把他当成个老男人？他才30岁，这个年纪对于男人来说年轻的很，是长得很帅，不老，年轻的很，反正就是很好看，男性魅力十足。我要是个女人，我也会喜欢我们老总。海童嘻嘻的笑，跟你比怎么样啊？战印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我更好看一点吧。海童笑道，确定不是自夸？我没有见过战大少爷，倒是无法帮你们俩分出个高低。梁姨捂着嘴，在角落里笑得肚子都要痛了。啊，大少奶奶面前的大少爷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海童，你对战大少爷很感兴趣啊？不感兴趣，那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和认识的人。我对他感兴趣干嘛？要不是小军老在我面前八卦他的新闻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这1号人的存在。战印不说话了。话说他们会举办婚礼不？我想到他们办婚礼的时候，管城的娱妓们都得忙死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苏总说我们老板是个宠妻的，宠妻的男人是不会让老婆委屈的，肯定会为他举行盛大的婚礼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办婚礼啊。现在可能是还没有选到好日子吧。海童嗯着，结婚是要挑个黄道吉日。对了，小军愿意和你同事见见面，你看看安排一下，什么时候让他们相亲？周6下午吧。工作日，苏南要为他做牛做马，腾不出时间去相亲。周末不用上班，倒是可以安排时间。海童没有意见。手里那辆铜丝编织而成的汽车完工后，海童便没有再继续。见他停止工作，战印有点歉意地问他，是我在这里影响了你吗？啊，他平时那么晚才关店门，估计就是在店里赶货的。海童看着他，你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我姐今晚会向周红林提离婚，我有点担忧，要不我陪你过去看看？海童看看时间，说到这个点，周红林还没有回来，他平时都是深更半夜才归的，也是姐妹俩笨，总以为周红林是升任经理后工作忙应酬多才会深夜才归，其实人家是为了陪情人吧。相信姐会处理好的。战印只能这样安慰着。海童沉默一下后说道，我总觉得不会顺利，周家人太不要脸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他们为了不让我姐姐上班，竟然想害杨洋生病。他把周母做的事告诉了战印。战印听后脸色都是黑的。杨洋没事吧？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上，我姐说小宝得的是病毒性感冒，容易传染给其他小朋友的。杨洋平时很健康，抵抗力不错，希望没有被他们的奸计得逞。让姐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，离婚时该争取的争取到底，特别是杨洋的抚养权，一定要争取过来，否则杨洋留给他们还不知道会被虐待成什么样子呢。周红林有了新欢又工作忙，肯定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，就会把杨洋交给父母照看。他父母一直帮周红英带孩子，新偏到太平洋去，杨洋跟着偏心的爷爷奶奶能得到好照顾才怪呢。
海童点头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和姐姐说的。等他们离婚后，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战印是想说，等大姨姐离婚后，他会出手整治周红林，让周红林一无所有，让周家极品都遭受到海家人那样的待遇，有工作的丢工作，做生意的丢生意。还有周红林那么喜欢叶佳妮，他再在后面推波助澜。等叶佳妮嫁入周家后，就让叶佳妮好好的尝尝她大姨姐受过的委屈吧。他倒要看看他们自称是真爱，当周红林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叶佳妮是否还对周红林不离不弃。一开始战印并没有想过整治周红林的，毕竟海玲还要和周红林过日子。后来他和海童又因为误会闹矛盾，他在知道周红林可能出轨的时候都不想管。现在嘛，只要大姨姐一离婚，脱离了周家，他就不用手下留情了。虽然战氏集团与威浩电子公司没有生意往来，甚至可以说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，因为战氏旗下有尖峰公司和威浩电子公司是死对头啊，他无法通过威浩电子公司的老板整治周红林。不过呢，他可以强势的把威浩电子公司收购过来，与他们战氏旗下那间分公司整合在一起。到时候周红林就是他砧板上的肉，任他宰割。他会让周红林尝到肠子都悔青的滋味。我姐只要离开了周家，自是会越过越好的，说不定还能找个第二春，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。只要她过得比周红林好，就是对周红林最好的报复了。海童也盼着姐姐离婚后越过越好，那更希望周红林在离婚后过得越来越差，出轨的男人就该遭受到报应。当小三的叶佳妮以后就会明白，她也不是永远年轻漂亮的，总有一天也会成为黄脸婆。战印看着海童，海童也在看着他，听他问道，要不要去你姐姐家里看看。海童看着手机上的时间，说道，周红林这个时间点还不会回来。顿了顿，他又说，我姐的事让他自己处理吧，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只要他一开口，我必全力以赴。战印不说话了，他拿着手机在发信息，也不知道给谁发信息。几分钟后，他忽然对他说，我看你心情不是很好，要不收工吧，我陪你到处走走。海童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我没有想去的地方。现在只要提到姐姐的婚姻，海童的心情都会从晴转阴。他总会想到姐妹俩相依为命那么多年，姐姐嫁人后，他以为姐姐是找到了好归宿，等待姐姐的会是幸福。现实残酷给了他狠狠一巴掌。如今啊，姐姐的婚姻即将支离破碎，他和战印也还在艰难摸索前行，以后是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，是不是苦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。只要你愿意跟着我走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海童对上乌黑的眸子，他的眼神一向深沉，很多时候还冷冰冰的，他总是无法通过他的眼神看透他的内心世界。此刻他却看到了他的眼神里有着对他的关心，心头一暖。他点头，行，我现在收工，咱们出去走走，吹吹冷风。忽地看到蹲在收银台底下的小白，他轻声问，梁姨和小白三小只怎么办？先送他们回家。战印朝他伸手，钥匙啊？你的车钥匙。海童边掏车钥匙边问，梁一会儿开车吗？会，他们家的工人是要求会开车的，毕竟他们住的地方离热闹的市中心有一段距离，如果不会开车，出入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战印拿过了车钥匙，扭头沉声叫喊着，梁姨。躲在角落里不当电灯泡的梁姨听到了大少爷的叫喊声，忙从角落里冒出来，战先生。战印把海童的车钥匙递给他，我和海小姐先不回去，这是车钥匙，你先带着小白三小只回家。他又从自己的那串钥匙中取下了一条钥匙，这是家里的钥匙。梁姨接过了钥匙，战先生，那我先带小白他们回家吧。这个大少爷应该早点让他带着宠物们先回家的，也不用他在这里笑痛肚子。梁姨很快就带着宠物们走了。海童边起身边说道，我先把摆在门口的货架搬回来。战印没有说话，而是默默地起身，扭身出去就帮他把摆在外面的货架搬进来，
摆放好。你又进了些什么货？战印指指商小飞狂扫货后的结果，问着海童，以为是海童为店里进的货。海童看了一下，答道：这是商小姐心情不好时的战利品，买了。又觉得用处不大，全都往我这里搬，还有2大箱是给杨洋的玩具。中午周红林的老娘带着小宝过来，就是和杨洋争抢那些玩具。他只告诉了战印，任小宝和杨洋抢玩具之事倒是没有说清楚，就是玩具是商小飞送的。闻言，战印蹙了蹙眉，想说什么。海童就说道：我和小军都会从其他方面补偿给小飞的，不会白占他的便宜。商小飞把东西放在这里，他和沈小军也是拿商小飞没办法啊，不收下还不知道商大小姐发多大脾气呢，只能先收下。在整理收拾的时候，2个人对于商小飞送来的东西是什么价位心里有了数，以后要不着痕迹的找机会还给商小飞。不是占不占便宜的问题，你的店里面积不够大，放了那么多书架货架，那个商小姐还老是往你店里塞东西，又不是给你卖的吧，这不是白占地方吗？其实战印是很不爽，他都还没有在老婆的店里霸占到地方呢，就先让商小飞霸占了。商小飞这个老喜欢霸占他老婆的情敌比张念生更可恶，因为商小飞是女的，他总不能跟海童说，老婆，我不喜欢你和商小飞来往，因为我会吃醋，你赶紧和他断了联系。他要是敢说这样的话，海童会像看怪物似的看他，而且他的脸也会被打肿。咱们家里宽敞，要不我搬回家里去。商小飞买的东西占了他店里的空隙地方，他당且不爽，他还要把商小飞的东西往家里搬。我们走吧。战印先低头，不想为了一些东西就跟海童闹得不愉快，这丫头心大啊。夫妻闹矛盾的话，往往是他被气得最狠的。有前车之鉴呢，他生气的时候，除了跑出去买东西，刷了他几万块钱，就每天该干嘛干嘛，依旧乐呵呵的，反倒是他被气得住回了别墅去。要不是奶奶给他找台阶下，他现在还被吊得半天高呢。好，海童配合着他，不再在这个话题上纠结。夫妻俩关了店门后，一起上了战印的车子。一上车，海童就看到了后排的座位上安装了一张儿童安全椅。战印解释，有时候我送你上班，洋洋太小，让他自己坐不放心，我就买了张儿童安全椅。海童听着他的解释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半晌，他很认真地对战印说道：战先生，如果有一天我爱上你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这个男人细心体贴的那一面，让他很动心呀。战印与他对视片刻，倾过身去，一手揽住他的腰肢，把他往他这边带。他俊脸逼近，薄唇贴上他的红唇，亲了一下后，随即在他耳边低哑地道：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因为你还没有爱上我。他抬手推开他的健壮身子，若无其事地系上安全带。你准备带我去哪里减压？师姐内心的忧虑。战印也坐正了身子，上了我的车，跟着我走便是。要不你现在带我去海边吹吹海风，如何呀？战印笑了笑，行。他边把车子开动，边问他，买床和柜子的钱是不是你自己出的？他都没有收到他花钱的消息，想来是花了他自己的钱。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忘记带上你给我的那张家用卡了，所以就花了我的钱。咱们俩是夫妻，不用算得那么清楚吧？战印抿嘴，明明是他算得清。海童说想去海边吹海风，战印就载着老婆去了海边，当然不能去他们家的海景别墅。好在呢，现在这个季节，加上又是晚上，海边没有夏季时的热闹，只有零散的一些游客。夫妻俩行走在柔软的沙滩上，浪涛伴随着海风咆哮着，吹乱了海童的头发，也让他感受到冷意。战印停下来。海童跟着停下来，问他怎么了。战印脱下西装外套，递给海童，海风太大，穿上我的外套吧。见海童不接外套，他又说，是你自己穿上还是我帮你穿上？海童只得接过了外套，边往身上穿边说道，你冷吗？我也冷，但我更怕你会着凉。海童看着他，扑哧的笑，战先生，你的回答和电视里演的不一样。
电视里的男人一般都会说我不冷，你穿吧。当然，他这样的回答让他觉得好真实。早知道海风这么大，吹得让人冷飕飕的，我就不要求来这里了。海童穿上他的外套后，一下子就暖和。他偏头看他，他刚好也在看他，夫妻俩的视线交汇在一起。他说：“我是觉得冷，但没有像你那样缩着，我穿的还是长袖衬衫，底寒比你的短袖衫强多了。你这样说，我的自责能减轻点。”战印抿抿嘴后说：“你要是担心我冷着，你可以抱着我，你的温暖传递过来，我就不冷了。”海童差点被口水呛死，他这是撩他吗？哎，见他不说话，战印就知道他不可能抱着他的，迈开腿，他继续往前走着。没2分钟，他追上来把他的西装外套还给他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他就抢着说：“你比我高大，就算我想拥抱着你走路，也无法替你抵挡海风，还不如你穿回外套，你拥抱着我走。”在海童给他递回外套时，战印的脸色是冷的。听了他的话后，他动作很快，拿回了外套，快速的穿上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拥他入怀。找个地方坐坐，他提议。海童没有意见。夫妻俩相依相偎的走的是不快，却是夫妻关系的突破。寻到了一处安静的地方，夫妻俩席地而坐。坐下后，靠在战印的胸膛，他拥着他，觉得很温暖。战先生，你平时看着冷冽严肃，你的怀抱却比我想象中要温暖。战印低手看他，想象中，你幻想过我抱你？战印抿嘴而笑，拥着他的手臂施加力道，把他拥得更紧了。本来周末说带你来海边吃海鲜大餐的，姐既然要向周红林摊牌，估计你也没有心思跟着我来这里度假的了。等会儿，我请你吃一顿海鲜大餐当宵夜吧。我被你说饿了，现在就去吃吧。战印笑了笑，行，今晚你想做什么？只要我能配合你的，我都配合你。海童边站起来边笑道：“你别把话说得那么满，我让你跳脱衣舞，你肯吗？”战印一脸黑线。海童哈哈的笑，忽然想看他跳脱衣舞的场面。战印站起来，手指一弹，弹在他的额上，弹得他吃痛。都不知道你的脑袋里装着什么，想到的总是与众不同。海童故意说道：“奶奶老是叫我扑倒你，扒光你，睡了你，然后给他老人家生个曾孙女，我考虑一下，要不要满足奶奶的愿望呢？”音落，战印又弹了他的额一下。哎呦，又是吃痛。海童也不客气了，两手一把拧着他的两边脸，捏了2下，当作是报复。海童，战印捉住他2只手，表情严肃。海童的嬉闹猛收敛起来，对上他深沉的眸子，有点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战先生，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就是表情能不能不要这么严肃，让我害怕极了。听着，我听着洗耳恭听。睡不睡是我们的私事，是我们俩的事，要顺着我们的本心，不要听谁说了才去做。”战印不希望他们俩的第一次是在奶奶的干涉下发生，就像当初领证一样，他跟奶奶说过，婚后他怎么对海童是他的事了，奶奶不能再干涉。原来是这个问题啊！海童一下子就放松了神经，从他的大掌里抽回手，扭身往回走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当然不会因为奶奶的话就去做那样的事。他也觉得男女之事要双方你情我愿，那样一切水到渠成。”战印沉默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却又错过了什么似的。他是错过了让他扑倒他、扒光他、睡了他的一次机会。不过还早了点儿，他们夫妻俩还没有情深到可以水到渠成，用他在车上回答他的问题一样，因为他还没有爱上他。看清夫妻之间的现状后，战印忙大步上前，跟上他的步伐。战印请着他的老婆大人在一家海鲜酒楼吃海鲜大餐当宵夜，海童还要了2瓶啤酒。我以前和小军一起吃宵夜的时候，就喜欢叫上2瓶啤酒，边吃边喝，惬意得很。战印在给他包着虾壳，接话道：“就你这样的酒量，也只能喝啤酒了。”海童脸红了红，
我的酒量是不算好，喝2瓶啤酒还是可以的，顶多就是睡得沉一点。要不要来一杯啊？我喝了酒，咱们今晚留在这里过夜。海童俏皮的吐舌头，也是他得开车啊，不能喝酒。于是呢，他给他剥虾壳、挑鱼刺，他边吃边喝酒，边唠叨着姐姐的事。战印就知道花了一个晚上陪他，他的心里依旧忧虑着姐姐的未来。这顿宵夜几乎都是海童在吃啊，他也能吃，让战印见识到了一个吃货的实力。战印想，他有喜好才是他攻心的一个突破口。要是他像干倒海之亲那些混混一样牛逼，他都不知道如何下嘴了。吃饱喝足后，夜色已深呀。夫妻俩打道回府，一上车，海童就靠着车椅背，对战印说道：“我觉得我要去找周公下棋，杀几个回合了。到家后你叫醒我。”战印脱下外套，把外套递给他，披着我的战甲去找周公杀几个回合吧。不在海边吹着海风了，海童就不客气地接过了他的外套，盖在自己身上，梦周公去吧。战印关掉了车上的音乐，免得吵着他。他默默地开着车，他就默默地跟周公下棋。不知道厮杀了几个回合，他们回到了明苑花园。保镖团还在楼下转悠呢，主要是大少爷今晚一整晚都脱离了他们的视线之内。在梁姨带着大少奶奶的宠物们回来后，知道大少爷要带着大少奶奶去兜风，保镖团都有点着急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主动联系大少爷，怕打扰到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的独处哈。此刻看到战印开着车回来了，保镖团忙四散而去，怕被大少奶奶看到。尤其是阿七，他窜得最快，差点就要窜入绿化带蹲着了，因为大少奶奶认得他呀。保镖们的反应，战印当作没看见，也就是海童心大，否则他们天天在楼下晃悠，早就被发现了不对劲。把车停好，战印边解开安全带边叫着：“海童，到家了。”海童睡得香甜，听不见他的叫喊，可能是喝了2瓶啤酒的原因吧。战印还推了他2下，他就是身子歪了歪，并没有醒转的意思。喝2瓶啤酒就睡得这么沉，以后还是少碰酒。战印认命的下车，绕过车身，来到副驾前，拉开车门，探身入内，帮他解开了安全带，再把他的身子扶入自己的怀里，抱着他下车，散开。但没有走远的保镖们看到这一幕，个个都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。保镖们获地转身，一个个赶紧回他们在这里的住处洗洗睡吧。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好得很呢。战印抱着海童上楼，回到自己的屋门口，按了按门铃。很快啊，梁姨就出来开门了。战先生，海小姐这是怎么了？梁姨差一点又叫大少爷了，喝了2瓶啤酒，睡得像小猪一样沉，叫不醒。战印抱着海童进屋，梁姨明白过来，她关上了屋门，并把门反锁上。战先生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梁姨边走过来边问着。开门给我就行。战印示意梁姨帮他打开海童房间的门，梁姨一言照做了。梁姨，你去休息吧，他只要喝了酒，睡得很久的也不会闹人。梁姨哦了一声，还真的转身走开，回他的房间休息去。就算大少奶奶闹人，有大少爷在呢。战印抱着海童走到床前，轻轻地放他躺下，再帮他脱掉鞋子，扯来被子盖上，站直身子，看了他片刻，转身想走时，想到了什么，又停下来，转身弯腰亲上，在海童的唇上偷得一吻后，战印才心满意足地转身往外走。都走到房门口了，他又停了脚步呀。哎，现在海童睡着了，还睡得像猪一样沉，他何不趁机把他那份协议摸回来呢？想到做到，战印当即在海童的房里轻手轻脚地做着小偷的行为，翻箱倒柜的找了好一会儿，把他可能会藏的地方都找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他的那份协议。他这是放在哪里了？战印站在梳妆台前，视线盯着梳妆台，回想自己还有哪个角落没有翻找的，所有抽屉他都翻找过的了。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桌面上的一张画着一只金步摇的纸张上，他拿起那张纸，海童的画画得很好，
他画一只金步摇做什么？战印猜不出海童画金步摇的用意，他把那张纸翻转过来，那一面的内容赫然就是他要找的协议。哎，他竟然在他那份协议的反面画画，怪不得他翻箱倒柜都找不到协议。战印把海童的这份协议折叠起来，塞进了他的裤兜里，然后走到床前，在床沿边上坐下，盯着海童的睡容看了好一会儿，伸出手去轻捏一下他的脸，嘴角噙着一抹狡笑。海童，你这辈子你只能是我战印的妻了。老太太要是在场，保证狠狠地打他的脸。哼，说什么不追妻，现在偷偷摸摸的人是谁？战印偷到了海童的那份协议后，心情愉悦地回到他的房间，然后找到自己的那份协议，拿来打火机，躲进了洗手间里，把2份协议点燃，烧成了灰，再用水冲得干干净净的。海童除非能让时间倒流，否则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协议了。海玲一觉醒来，已经是0时，他还没有洗澡呢。本想哄着儿子睡着了，他再起来洗澡的，没想到自己也跟着睡着，这不都睡醒了一觉，才记起自己还没有洗澡。他起身先出去看门锁，见门还没有从里面反锁，就知道周红林还没有回来。那么晚都不回来，是装死逃避吧？海玲嘀咕了一句，她婆婆做的事，不信周红林不知道，说不定是她的计策呢。知道她进了陆氏集团上班，周红林很不爽的样子，大概是觉得她离开了职场3年多，现在又胖乎乎的，不应该找到工作才对，但她却进了陆氏集团，等于是打了她的脸。周红林大概是最不想让她上班的人。周母中午做了那样的事情后，并没有回到光明小区，而是带着任小宝直接回去了，怕海玲下班回来找她算账吧。海玲打电话给婆婆，婆婆都不敢接听，她在微信上发信息把婆婆骂了一顿，婆婆也是屁都不放一下，反正就是装死到底。周红林也是这样。回到房里，海玲先去洗了个澡，从浴室出来后，她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周红林。这一次电话有人接听了。啊，海玲怒气冲冲地开口，周红林几点了，你还不回来？电话那边的人沉默了一下后说话了，红林在洗澡，你找他有事可以跟我说吧，我会转告于他。是叶佳妮。今晚周红林的确是要应酬，叶佳妮是他的秘书，自然陪同着。可能是喝了点酒吧，也可能是周红林早又蓄谋已久。搂着叶佳妮不放，叶佳妮半推半就的，2个人便滚了床单，把自己交出去。叶佳妮的想法就变了啊，她要公开向海玲叫板，把周红林真正的抢过来，让周红林和海玲离婚，给她腾位置，她嫁过去以后就是经理夫人了。海玲的大脑在一瞬间是空白的，哎，她没想到接电话的人会是叶佳妮。很快她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然后在通话界面点击录音。妹夫的朋友是帮他调查收集了周红林出轨的证据，却也告诉他，那些证据只能证明周红林精神上出轨，2个人是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。此刻呢，那对渣男贱女应该是在一起了。海玲便想到了先录音。你是谁？他的沉默足够让那边的叶佳妮嘚瑟时，海玲按着剧本走。发现周红林出轨后，他就要闹得天翻地覆的，周红林嫌烦了，才会不顾儿子都要跟他离婚。如果他不哭不闹，周红林他们还以为他盼着离婚，反而会拖着他。我是红林的秘书，我叫叶佳妮，你又是谁啊？叶佳妮是明知故问。我是谁啊？我是他老婆。周红林呢？你们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叫周红林来听电话。海玲说着说着咆哮起来，让人听得她很愤怒的样子。她的愤怒让叶佳妮的胜利感爆棚。叶佳妮没有挂电话，只是说道：我说了，红林在洗澡，没那么快出来。哦，红林没有跟你说他今晚要应酬吗？我是他的秘书，当然是陪着他应酬。我们都喝了酒，不方便开车，红林便在酒店里开了间房，想着等酒醒了再回去，没想到嫂夫人半夜3更的会打电话来查岗呀。后面那句话叶佳妮说的阴阳怪气的，
外面多的是代驾，随便叫一个代驾还不能把他送回来，非要在酒店住下来，你们俩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事？姓叶的，你说啊，我老公半夜3更没有回家，我还不能打电话给他了，我就打电话，咋地？那是我当老婆的自由，跟你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海玲在电话里是用吼的了，有点歇斯底里的。叶佳妮在这边则是气定神闲，嘴角还挂着一抹笑容呢。姓叶的，你和我老公住在一起啊？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？海玲还在电话那边咆哮。红玲喝醉了，我要照顾她，住在一个房间，方便点。我们也没做什么。嫂夫人别胡思乱想，我这是替嫂夫人照顾红林呢，嫂夫人该谢谢我才对，而不是大喊大吼的。听着他一口一个嫂夫人，海玲听得都恶心。果然啊，当小三的人脸皮是真厚。听听姓叶的说的是什么鬼话吗？我的老公不需要你照顾，你马上把酒店的地址告诉我，我去接我老公回来。叶佳妮温和地说道，嫂夫人，你还要照顾儿子呢，都3更半夜了，你要是过来接红林，谁帮你照顾儿子呀？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我会帮你把红林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哈。很晚了，你早点睡吧。说完，叶佳妮就挂了电话。她敢说海玲在家里会发疯。被挂了电话后，海玲先查看录音，确定自己把通话都录了下来。保存好录音后呢，海玲先骂了一顿周红林。她收到了微信的新信息，打开一看，是周红林发来的，不是叶佳妮用周红林的手机发过来的，发来的是酒店的定位。叶佳妮还发来了一句话，地址给你，你有空过来吗？海玲看得火冒三丈，姓叶的这是憋不住了呢，要向他这个原配公开叫板了。知道他要照顾儿子，这个点他确实无法把儿子一个人扔在家里，他跑去酒店捉奸，打电话给妹妹。海玲纠结着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扰妹妹，犹豫了片刻后，海玲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过去多拍点周红林出轨的证据，对她有利。于是她打电话给海童。海童因为喝了2瓶啤酒，睡得沉，被战印抱上楼，他都不知道。海玲的电话打过来，手机铃声反复响着，才把海童从周公那里硬扯了回来。拿过手机，他都没看来电显示就接了电话。喂，谁呀？彤彤，是我姐呀。姐，怎么了？逐渐回魂的海童记起了姐姐要向渣姐夫摊牌提离婚的事，以为夫妻俩又干架了，睡意全消，猛地自床上坐起来，着急地问姐怎么了？是不是周红林又家暴你？他没有回家，他说应酬啊，很晚才能回来，现在都快凌晨1点了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打了个电话给他，是叶佳妮接听电话的，他们俩住在一起了。姐想去抓个正着，不愧是亲姐妹，海童马上就跟上了姐姐的想法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，总要抓个正着，我才理直气壮。姐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知道，姓叶的不知道多嚣张，把酒店的定位发给我了，彤彤。我自己过去就行，你来我家帮我看着杨洋，我怕我出门了，他醒来看不到，我会吓哭。姐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姐，他们2个人，你一个人去闹起来，你会吃亏的。你把酒店的定位也发给我，我陪你去，我干架比你牛多了，能把他们2个打得满地找牙。海玲，彤彤，相信姐，姐能行的，就这样了，我先出门，你过来帮我看着杨洋。说着，海玲就挂了电话。姐，海童连叫了几声姐，都未能阻止姐姐挂电话。他迅速地滑下床，穿上鞋就匆匆地跑出房间。海童动作快，却也制造出了响动，惊动了另一间房里的战印。他从房里出来，恰好看到海童开了屋门，就往外跑。海童！战印本能地出声叫喊住他。海童停下来，往后退了几步，退回屋内。战先生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我有点急事，出去一趟。说着，他又要走。战印快步而来。海童！他抢在海童冲进电梯时跑出来，拉住了他，脸色阴沉，低冷地问着他：
半夜3更的，你去哪里？有什么急事就不能等到天亮再去办？你昨晚喝了酒，现在开车出去就是酒驾，不准去。顿了顿，他补上一句，要去我陪你。周红林和那个小三在一起了，我姐要去找他们，让我去他家里照看杨洋。我不放心我姐，得去看看战先生。你既然醒了，你帮我叫醒梁姨，送梁姨过去照看杨洋。